大家晚上好。第一被抢了，好吧，你们还在研究这种问题吗？今天第一次赶上直播，你这肯定不是第一次了。这个 YM，你这个多少次了？点赞点赞，对，来了早了点赞啊。这个我们开始今天的老范读评，然后着急。不对，好像还少干了2件工作，没有去发推，也没有去发 Discord。等我一下，共享Twitter。发帖，然后 Discord。直播开始了。是呢。好，我们有17个人，好，我们就准备开始今天的直播啊。秦子睿你好。我们今天是8号，不对，今天不是8号，今天是5号。明天我儿子在家混1天，然后后天就去考场了，就要开始真正的高考了。这个也是人生一件大事啊。今天我们来讲老范读评。第一条，谷歌 AI 翻车。老范，前2天你讲的关于竞业限制协议，关于何时启动竞业限制，我不是很清楚。我现在身上就背着竞业限制协议，如果我要跳槽去竞争对手公司了，我是否有义务告诉原公司我去了竞争对手？2，如果我没有告诉原公司我的去向，那么原公司如何能决定是否启动竞业限制？是只能盲猜一把吗？直接支付补偿，并要求我保证不去竞争对手那里？3，如果离职的时候，不启动竞业限制，并支付补偿，那么如果等到我已经入职了竞争对手公司，原公司是否还能再搬出竞业限制协议，要求支付补偿金，并要求我从竞业对手处离职？如果能解答，不胜感谢。打字麻烦可以读屏中解答一下。好吧，那就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确实比较麻烦。首先呢，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在职还是离职状态。如果你现在是在职状态呢，就会比较麻烦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入职的时候签的用工协议都会附带这个竞业相关的条款。虽然呢，这种条款最终是不是会起作用呢，现在是有争议的。但是因为中国的法院它往哪边判它不好说，所以有可能是有效果的。如果你现在已经是离职状态，那就要看你离职的时候是不是签了竞业的协议。如果你没签那么大概率是没什么事儿的。但是如果你去了竞争对手公司那里去那么你的原公司突然拿出来你入职的时候签的那个保密及竞业的条款，要求去执行的话，有些法院也会去执行这个不一定，有些地方认，有些地方不认。至于说补偿金这件事儿呢，原来的规定是，只要没有单独支付补偿金的呢，就无效那么，但是现在，国家要更进一步的保护资本家嘛，所以不好说。现在有一些案例是没有支付补偿，但是去了竞争对手公司之后，依然被上家公司起诉，然后呢，这个要求赔钱也依然会出现这样的事情。然后至于说是多长时间呢？如果你正儿八经签了这个补偿协议签了这个竞业协议，那么上面一般会规定时间，比如说3个月、6个月、1年一般会有这样的时间，过了以后就没事了。如果你
什么都没签啊，那这个事儿就会比较麻烦。然后呢，这个如果你签了竞业协议，你是需要定期的向你的这个上一家公司去汇报，说你好，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啊？我现在是在家待着，还是出去就业了，还是去面试了？你要去汇报啊。如果你不汇报的话，他可能下个月的这个补偿金就不发给你了，或者他有可能会起诉你啊。然后这个原公司怎么能够确定你去了竞争对手公司呢？有很多方法啊，现在有用私人侦探的啊，也有这个在竞争对手公司门口蹲点儿的啊，还有一些呢是通过你的社保的一些变化或者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去确认你去竞争对手公司的啊，这是几个。然后如果你被告了啊，比如说人家抓住你要求你去就是做这个竞业赔偿了，那么通常是这样，就是协议里头一般会写说我给你的竞业金。然后呢，这个要几倍赔偿啊？比如说他给了你10万，啊，他比如说要求3倍或者5倍，那就是30万或者50万，啊，要求你去做这个赔偿。赔完了呢，也就完事儿了啊，不是说你必须要从竞争对手公司离职，这个一般是没有人管你的，啊，他可能会给你的竞争对手公司写一封信，把你臭骂一顿啊，这个事儿是有可能的。然后写完信了以后呢，竞争对手公司是不是还要你，这个事儿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对于你本人来说呢，他就是要求你赔钱。啊，你只要把钱赔出来就完了。但是你说我最后赔不出来了，那就有可能会成为失信人员啊，或者是给你做一些强制执行什么的啊，也是很麻烦的啊。因为前面是拼多多有人，这个在竞业期即将结束的前几天，然后跑去面试，然后呢被他的就是老东家拼多多在竞争对手公司门口呢蹲点儿给蹲到了，然后拍了照啊，这个他实际上是面了试，并没有入职，但是呢，以此为由就直接把他缺席审判了啊，因为审判的过程就是号称我没有通知到你啊，这个是反正这种事情是发生了，缺席审判了以后呢，等于没有给他任何的辩驳机会，就判处他赔100多万，然后呢，这个人就直接变成失信人员了啊，这个现在这个人也在进行这个重新的申诉，但是在申诉成功之前，他一直是失信人员啊，这个事情在国内是有发生的。我看看啊，这个给小范打气加油，感谢，祝小范考运昌隆，哎，感谢感谢，来了，这个没看懂啊，这个是不知道什么意思。现在有什么好的同传 AI 翻译的软件吗？同传真没有啊，因为它必须还是要这个输入，然后翻译，再输出，所以它一般会比同传会慢一些。啊，更像什么呢？就是咱们经常说这个领导人说话会很慢，啊，或者说一段以后会回头看这个翻译，啊，可能更像这种，就是他有这种意愿啊。你比如说我今天说了一个什么话，说完了以后呢，他会用这个很快的时间，比如说你说了有2分钟、3分钟，啊，然后呢，这个翻译软件在比如说等个十几秒就开始翻译了啊，但是不会同传。而且你要知道同传这种东西，就是因为我以前做过同传系统，虽然我自己不是翻译啊，但是这个同传设备、同传的系统我是做过的。啊，他们是怎么做的？就是，你能够保证同传的首先条件是要先拿到稿对吧？你先要拿一个说人家到底要说什么，这个译员啊，就是翻译的这个人，首先要准备这个稿件以及相关的这些关键词。所以同传的人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最害怕的是演讲者突然脱稿，对吧？你要照着那稿讲，然后同传的人才可以给你翻译。你哪怕是在这个稿上稍微有一些出入，他都可以给翻译过来。而且同传呢是，一般是一小屋子啊，2个机器在一起，俩人坐在里头。然后呢，这个同传的一个人大概是翻译10分钟、20分钟，他就累了。累了以后呢，咔嚓一扳那个开关，然后另外一个灯就亮了，然后另外一个人马上接着翻，对吧？然后这个人可以歇息10分钟，然后再返回来啊，它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晚上好啊，我今天由香港去搭飞机，我发现香港的油价非常离谱，25港币1升，我天，这挺开心的啊。
像香港这种油价和电价的差别这么大的地区，不应该非常流行电动车吗？结果路上基本上都是德系、日系，你知道为什么吗？这还真不太了解啊，因为我也是，我最后一次去香港大概是2018年了，再往后我就没怎么去过，这个他们后来是变成什么样的，真的不太了解他们。好饭不怕晚这是说的哪段儿？现在仲裁也是支持资本家的，是的，这个很麻烦微软的 Translate 同传挺好，但是只能机翻成文字。现在你用这个 GPT-4o或者是这个豆包或者用这样的工具去做这种传译都是 OK 的它都是能说出来。之前有个程序员翻墙赚了100万被没收，后来怎么样了？没怎么样，他就没收了呗，你还能咋办？再往后这个上期读评里头有一条，老范讲讲数字人吧，尤其是 GPT-4o Audio 驱动的数字人可能会带来哪些机会？数字人这件事儿呢，其实挺难的为什么呢？因为 GPT-4o 也好，或者整个的数字人的状态，或者说它的成本也好，其实是挺高的。你要想让它挣到足够多的钱，把它这个成本 cover 住，这件事情呢本身有一定难度，特别是在中国，你上真人本身也不贵的情况下，对吧？你让这么多的数字人上去，怎么能够把这个钱挣回来，能够把这个成本 cover 住？这是有一点点小难度的再往后刘强东的兄弟宇宙说，代打卡是1.4万人次，按照每个月21个工作日计算，平均每天700人左右。京东亦庄那个大概有不到2万员工，3%到4%的比例，说高不高，说低也绝对不低。只不过这次给人的感觉是让全体员工为那些代打卡的人过错承担责任，让老实人心寒。如果不严格执法，把无理由打卡把无理由代打卡超过一定数量的人公开开除，人心就彻底散了。这件事儿呢是这样就是如果这个事情是很少数发生的，你比如说，每个月有个可能几十次，那么就逮住一个那么一定要大张旗鼓的把他们开除掉说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代打卡的所以我们把他开除掉了，或者把2个人都开除掉了。这个事情呢，剩下的人会安心。当每个月有1.4万人次代打卡的时候，而且代打卡还要收15块钱，这15块钱不高对吧？那么它就已经完完全全的形成一种风气了。然后你在这样的情况下说，我现在要开始处罚了，那就只能变得人人自危这个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其实出现这种问题，真正应该去做的改变是什么呢？应该是改变考勤制度说我们以后，比如说进行一定的灵活考勤那么在灵活考勤的基础上，说有一些日期必须要到岗的时候，那么再有代打卡，我们就如何如何，一定是要先给个甜枣吃，然后再回大棒，对吧？因为亦庄那个地方让大家一早去上班呢，也确实是有一些难度或者说，你现在灵活考勤了，但是这个比如说哪几天必须开会，早上要到场，那么在这几天里头呢，每个月给你1次机会让你去这个迟到，或者2次机会让你去迟到也是 OK 的，对吧？特别是对于一些程序员来说，程序员其实你说让他早上9点上班、10点上班、11点上班，他只要每天工作够了10个小时或者是12个小时，你管他几点来上班呢？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真的是，就是已经礼崩乐坏了，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再去，完全不看着任何的民情就开始，是直接把它拎回来，这个事儿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好结果的。再往后这个还是刘强东这条说过得好，当然都是兄弟，环境差了，兄弟就是个屁这个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条呢？原因是这样，就是原来我们很多人说能共患难，不可以共富贵，对吧？但是互联网公司呢，正好是反过来，就是正常的叫能共患难，
也能共富贵，但是呢，再要患难，就见真情了，或者大家就没法过这个日子了。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日子比较难过的时候啊，大家也没想着说我们要贪点什么呀，或者要去破坏点什么呀，没有这个，因为你也没这东西可贪，对吧？然后呢，等到这个日子过好了呢，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日子也都过得挺好的，大家都是互联网大厂，对吧？谁也别说谁。但是你等再过到苦日子的时候呢，就完蛋了啊！这个就会过得非常非常的混乱，对吧？它整个就是会直接迎来崩溃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咱们就原来讲这个GPT 保8，对吧？你每年必须要有8%的增长，你是不能掉下来的，因为只要在 GDP 年增长率在8的时候，你的很多的问题就被掩盖了，但是你一旦掉下来了呢，等于就是共过患难了啊，又共过富贵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再想过一个苦日子，想去做个软着陆，想去搞一些这种勒紧裤腰带，咱们回到解放前这个事儿，就别想了啊，这个事儿是不可能的。其实古代王朝也是如此，对吧？这个肱骨重臣都是跟着皇上一块打天下打出来的。然后等到什么各种康乾盛世啊，什么这样的，大家过得也很好，因为是什么呢？这个分享胜利果实，对吧？然后，但是你等到朝代玩不转的时候，再去找这些原来的这些既得利益者啊，分到了大量的钱财的这些人啊，你再问他说，哎，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家产再拿出一些来，咱们共患难，一起度过难关？这个时候就该改朝换代了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再往后这个一直不理解国内企业或政府部门都在强调忠诚度，忠诚度的标准是什么呢？怎么做是忠诚度好，怎么做是忠诚度差？基本上就是靠着忠诚方和被忠诚方心里的感觉，所以忠诚度这个不可能实现的。人心在变，周围的事物也在变，包括要求忠诚度的人对忠诚度的评价标准也在变。可能同样的事情，之前做没有问题，今天做就会被指忠诚度差。现在企业治理首先强调忠诚度的，就是在耍流氓，或者压根儿不明白管理是怎么回事儿。这个地方我要讲忠诚度其实不是按标准来的。然后什么叫忠诚？就是这个你的老板比如说现在我们忠诚于某个老板，这个老板呢，他要求的叫无条件忠诚就是说他去杀人放火，你都要在下边贡献出全部的力量来，你不能去替他做判断，说这个事儿你做的对还是不对现在要的是这种忠诚至于说忠诚到什么样的标准就 OK 了，这个东西呢其实也是内卷的就是像我们以前离开很多企业，其实不是因为我们不忠诚，而是因为实在卷不过小白兔，对吧？我们以前经常讲说，这个公司里的人有小白兔，有这个牛有狼。狼呢，就天天惦记创业天天惦记折腾；牛呢，就属于吃苦耐劳很狠，非常肯干。小白兔呢，就是看着很乖巧，然后不停的在那拍马屁，对吧？那么最后呢，公司里头就会只剩下小白兔狼呢早早跑出去创业去了，或者就离开了。牛呢可能被累死了，这个或者被他们裁掉了。那么剩下的呢就都是小白兔。那么最后呢，其实忠诚度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内卷的过程这个至于说他们懂不懂管理这个事儿呢，不重要这个事儿一点都不重要。好我来看看这个。大帝在哈尔滨直接像是在自己家一样，直接俄语无断点演讲，同传直接蒙皮。是的，他最后不是说我忘了吗？对，这个那怎么办呢？什么时候来台湾开粉丝见面会？我想去但是他现在应该让我去嘛？就是赖清德上台了以后，我不知道对这个大陆自由行有没有开放。如果开放了以后，我肯定是很想去的呀。就是我很喜欢台北而且台湾我就去过台北，我还可以去其他的城市转一转。
说起香港顿时无语。以前有个同事说了句很俗很贴地的话：“香港那是个又贵又吃不饱的地方。好吧，其实我觉得还行啊，就是香港吃东西确实有点贵，但是你多买一点吧，还是吃得饱的。国内的企业真的很喜欢抓考勤，到了下班时间又不给直接走。其实抓考勤呢，并不是国内企业的这个特色啊，抓考勤真正的是国内那些已经没有发展的企业，他们才干这个事儿。像我们以前在企业里面，你只要公司有发展啊，公司这个蒸蒸日上的时候，没有人去抓考勤啊，大家都知道说有事儿咱干事儿呗，对吧？我只要把任务给你布置满，你就去干。你如果干不完，那你就要去说为什么你干不完。啊，没有这个乱七八糟的事情。GDP 不是 GDP，这是什么东西？来了来了啊，欢迎。省流版，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哎，这个也可以这么讲。晚上好啊，晚上好。香港应该比新加坡便宜点吧？其实我觉得真差不多啊。这个我在新加坡，反正打车是真贵。北京能粉丝见下面吗？可以啊，等我儿子考完吧，然后我回头找一个时间咱们来见一见。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说，我其实很喜欢跟大家去见面聊天啊，但是呢，我这个人又比较宅，比较懒啊。如果有谁说我们想去北京见面，你们有人组织，我就到点儿去啊。我一般在北京的话是每周二、周四出行。因为周三直播，周五直播，然后所以我就周二、周四会四处溜达，找人吃饭。这个你比如说哪天说我们准备组织一场，啊，那就周二、周四中午啊，咱们可以组织一次是没问题的。说得好啊，都赚钱，当然有人使劲干，不赚钱就开始闹这个，对，肯定的。我记得当时崇祯就是，对吧？看着满朝重臣说：“哎，你们谁捐点钱出来啊？”对吧？最后只能看着他这个去吊死煤山啊，还问说：“你们谁去跟清军请个降？”啊，最后大家都看着他啊，然后看着他吊死煤山啊，这个就是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老范还考虑润日本吗？考虑考虑考虑，啊，日本有任何机会我都肯定会去的。这个中国互联网大厂的 CEO 身边小白兔多吗？多，必然多，多的一塌糊涂。好啊，我们继续。这个有人问，有人在这个马斯克的 XAI 融了60亿美金这条下头说 Cloud 这个读音应该是克拉德或者克洛德之间，以谷歌 Translate 为准啊。这个一堆人给我做纠错，但是呢，每个人纠的又不一样，这个让我也很苦恼。像我的英语呢，反正这个也就这个水平了，这个短期内让我去做提升很难。啊，你们如果希望我去调整呢，你就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说的让我比较好执行啊，而且你说完了以后，我可能下次会忘，毕竟岁数大了啊。再往后618拼多多一骑绝尘说，虽然价格战是电商平台的终局，但拼多多的疯狂卷商家鼓励消费者仅退款，低价主导的流量逻辑正在倒逼无数产业链倒退，甚至关门。商家只能把产品越做越差，迎合流量的低价逻辑，最后赚钱的只有平台和越来越多专业羊毛党。曾经马云时代淘宝建立起来的电商良性生态倒退了10年。此外，Tmall 疯狂卷商家，产业链赚不到钱，帮着美的抗通胀啊，这个事情呢，真没法说啊，因为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特别是中国人吧，咱们美国人和欧洲人不管啊，就中国人适应能力天下第一啊，没有之一。
所以呢，拼多多虽然疯狂的卷商家，疯狂的卷产业链，或甚至叫产业带疯狂的卷，但其实呢是在促进这些产业链的升级，对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生产出来的商品也会越来越好，因为你仅退款这个事情你要注意啊，如果你的商品质量不好，你的仅退款的比例会上升的，所以一定是要在这个退货率在一定的基础上不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能够低价。你不能说，哎，我价格降低了这个，比如说10%，我退货率上升了3个百分点、5个百分点，那这事儿就亏了，对吧？所以一定是说我的退货率不能变，然后我再来压价这个呢，最终会优胜劣汰。当然，这个过程是很残忍的让最后好的产业链、产业带留下来。所以呢，千万不要说，哎，你这个低价竞争就落后了没有这个。再往后说日本年轻人很少就业机会就挺多。这位网友呢，我知道你在说日本现在讲的是，年轻人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是98.1%还是98点几？我上次去日本的时候，金子睿跟我讲是97那当然是去年的数据，今年是98，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数据。很多人就觉得说，特别国内呢也有很多呼声说你看日本低生育率10年这个年轻人的就业率就上去了这个事儿搞定了其实很多人就讲说中国是不是也是这样，就是我就忍这10年呗，对吧？忍完10年以后，是不是这个事儿就好了呢？千万别这么想就是很多人都在想着说我们能不能学日本日本什么失去的30年呀，或者是怎么倒退多少年，然后现在又蒸蒸日上了，对吧？我们是不是可以学这个这个事儿学不来的，为什么呢？就是日本，它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虽然这么多年它在停滞也好，倒退也好，但是呢，它整个的社会体系、社会的管理水平其实是在不断的进步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有非常严格的规则，大家在这个规则内去玩耍，你才可以说，哎，我们现在有一点机会了，然后慢慢又重新起来。在中国是没有形成相关的体系和规则的，所以我们只能卷到死，对吧？等到这个大家先把这个35岁以上的员工都开了，然后呢，再大家都不生育，再把所有的公司都干倒闭，然后等你新出来的这些学生毕业了以后，发现，哎，公司也变少了，然后工作岗位也变少了，就是它会一直这样下去，对吧？它不会说这个，你像日本，比如说有一公司要倒闭了，那政府说来，我给你发钱，你不许倒闭政府这个公司说我要裁员，那政府跑出来说来，我给你发钱，你不许裁员，对吧？或者说那个一个公司说我要降薪这个政府也跑上来说来，我给你发钱，你不许降薪，对吧？这个事情在中国你可以想象吗？你不可以想象的呀，对吧？所以等到新的比较少的这些年轻人开始就业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市面上能够剩下的公司肯定十不存一对吧？现在你说人口下降再怎么厉害，你可能真的是需要过10年、20年，你会看到一个这样，哪怕是断崖式下跌，它也就是比如说跌个2%、3%或者10%这样跌下来。但是公司倒闭破产这种事情，你可能一把就死掉一半或者最后一把死掉这个70%、80%是很正常的那么到那个时候，你还可能现在是这个11个人在争抢10个职位第一11个人找不到工作了，等到那个时候呢，可能是8个人在争抢2个职位可能会变成这样。所以千万不要想着说我们熬一熬是不是也可以再往后说为什么不对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什么不要求孩子成龙成凤，只期望他快乐的活就很轻松。这位的认知以为这样的要求或者说期望简单或者容易，但实际是已经超过了99.9999%的人能够达到的可能了这可比成龙成凤都难得多得多。就好比某些相亲条件一般，初看起来很普通，仔细思考一下，发现已经排除99.9%的对象，就差没有直接标高富帅、白富美了。这件事呢，其实是这样，就是想让孩子去这个快乐生活呢，就是你还是要有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他才能不卷，对吧？你如果是
这个最终你必须要让他去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去争取最后的考公、考编、考研什么这样的机会。那么我觉得讲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意义啊，所以还是去一些相对有规矩的地方吧。再往后啊，我先看看这边有什么。啊，这个看过了啊，今天去香港搭飞机坐的是两地巴士，以前还在排队上车，现在一辆大巴上只坐5、6个人，感觉香港越来越冷清了。好吧，香港反正香港也是招了好多大陆人去吧。小白兔啥意思？小白兔呢是原来我们对公司里边的某一些员工的这种描述吧。就是呢，你让他干活他也干不了，但是呢，他又守规矩，维护规则，然后爱拍马屁，就是我们一般管这种人叫小白兔。日本开5大经济特区了，投资给在留申请，啊，这是什么意思？回头跟我解释解释啊，我还是愿意去日本的。现在很多香港加速客们主打一个能不在香港消费的项目，坚决不在香港消费的理念。香港日子人也在周末排队入关消费，广东赢麻了。哎呀，我觉得真的等大家都要排队在国内消费的时候呢，咱就直接把这个港澳通行证一取消，对吧？然后呢，香港就变成深圳第2，不就完事儿了吗？咋这么多观众老在发音上纠结啊？他们觉得这是个很有趣的事情，那就让他们觉得有趣呗，那这么没办法。我在想，国内有那么多失业人口，刚好日本又缺劳动力，为什么国内政府不鼓励大家去做外劳赚外汇呢？特别是山河4省和东北地区，出国监乘经常被刁难。我感觉对外输出劳动力就很好。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国家一直其实在鼓励这个事儿，从来也没拦着。然后签证那个呢，都是对方国政府在卡的啊，中国政府自己不可能卡签证。你像我去日本，那是日本大使馆要给我发签证，对吧？不是中国给我发。但是呢，日本你再怎么缺劳动力，你接中国他也会害怕，因为人实在太多了，对吧？你说日本，你能缺多少劳动力？比如说它有1.2亿人口啊，比如说我现在缺个200万、300万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就制定一个放开口子引进200-300万人口的不就完事儿了吗？而且在这种引进的时候呢，最好是撒胡椒面儿，对吧？韩国人来点儿，欧美人来点儿，东南亚人来点儿，中国人也来点儿，这个呢对于日本来说是相对比较好控制的。你要都是一堆中国人来呢，其实中国人也还好啊，因为中国人不太抱团儿，对吧？大家过去以后自己还跟自己在这掐呢，对吧？所以呢，就是多引进点中国人本身并没有大问题。那中国人去了以后比较讨厌是什么？就是他比较卷啊。你中国人一旦去了以后呢，大家就开始疯狂的加班，疯狂的搞低薪水啊，搞这些事情。那么可能对于日本现有的这种劳动力整个的体系架构呢，会形成冲击啊。反正任何一个国家引进中国移民都会比较害怕啊。他们呢，其实讲的说我害怕你给我这儿输出共产主义，这玩意儿咱们自己信不信啊？对吧？可能还有人信啊。但是呢，真正害怕的其实还就是人数，对吧？你比如说澳大利亚，我昨天是跟澳大利亚来的一个朋友一块儿吃饭，一共3000万人，对吧？中国可能光程序员就1000万，那我们给你输送个几百万去试试，对吧？你这玩意儿惨弄啊，他没法整。像这种人口比较少的国家呢，它就可以来回调。我今天缺开卡车的啊，我就告诉大家说，哎，我今儿缺开卡车的啊，赶快来。然后呢，等到明天呢，我开卡车的凑够了啊，我缺修车的啊，赶快再发榜啊，我现在缺修汽车的啊，赶快来，对吧？等咱修汽车的弄完了以后，再过2天说，哎，我再发个榜说，我这儿是不是缺一点放羊的人，对吧？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基本上天天调。
以后的新思路是没有工作岗位，失业率自然就低了吗？这个你像中国不是一个月工作1个小时都不算失业吗？对吧？这个，所以这个中国没有多少失业的啊。日本要你低价，底层劳工没让你搞高精尖的来正常的就难就业，政府会干预的。日本其实你真的有一些高级人才什么，它也有专门高级人才的签证嘛，也是可以去的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就是任何国家，不叫任何国家吧，中国就没有啊，就是很多国家都是有这种高级人才签证的，美国也有啊，EB1，然后加拿大，然后日本、澳大利亚应该都有，所以肯定还是优先吸引高级人才。我以前在一个公司搞美妆公司干 CTO，想开发一个 O2O，雇了30多个工程师，这 HR 开始犯傻，一个程序员下班加班没打卡，给人家扣钱，我当时就和他急了。这个管理程序员是要有管理程序员的方式的，对这个，但是呢，有一些这种就是传统行业的 HR 呢，确实没有管理程序员的经验，特别是这些 HR 呢，他还觉得我是老板的贴心肉啊，我一定要给老板看着。我记得我原来那个在盛大上班的时候，就一帮人说，哎呀，我们要给老板尽忠啊，老板的利益我一定要替他看着，对吧？但是他们其实又没法掌握那么多信息他们可能看来看去的，就真的把老板的很多的钱都给败光了。可以去日本这个我去吃包子还行啊，这个包就不会了。王思聪也润东京了，人家那是想润哪儿润哪儿啊，这个跟咱们不一样，那是有钱人。日本现在要越南、要印度、尼泊尔这些的多些，其实也没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上次去日本，真的是在上野公园旁边，然后大街出来以后，呃，中国各地美食的餐厅都开遍了，可能比在中国国内你看到的还全，对吧？所以中国人去的也很多。中国可能更多的就是你不需要说我去专门引进你，中国人自己就去了。但是你对于印尼什么这个尼泊尔这些呢，你可能还需要稍微的给他一些帮助他来，对吧？而且呢，这些人呢，就是你越南、印度、尼泊尔这些人，你到日本以后，你能看出明显区别来。你中国人去了以后，其实反正我是分不出来哪个是中国人，哪个是日本人的，你看不出来，对吧？一下就散进去就没了。真信那玩意儿的就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出去这个，这是说的哪段啥时候聊聊孩子教育理念和相处方式？想听听过来人的想法。哎呀，这个我这个就别讲了因为我跟我儿子之间也没有那么亲。我准备等他高考完了以后，好好拎着他学习学习写程序的。啥时候上海、杭州组个局这个其实都 OK。这个事儿呢，其实你不要问我啥时候组局，只能是你们组好了，然后叫我，然后我就去，这个事儿是 OK 的追求程序员上下班打卡，就很难指望下班后把他叫回来改 bug 这个，这事儿都没法讲。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盛大，盛大特别逗是什么呢？就是他每个人有2台电脑，有一台电脑的内网机，有一台电脑叫外网机。外网机是你上网写邮件处理这些东西的。内网机呢是这个写代码的。然后内网机后边还一大锁，就是他把那个整个那个就是台式机背后的那些接口都给你锁起来这个就是如果我要动代码呢，就必须要去领一台内网机。就是所有这样管理程序员的公司呢，就没有任何意义就是这就没惦记把事儿干好，对吧？你如果现在说我要开发程序，然后每个人发个内网机，不允许上网，然后这个那这种地方面试了以后就赶快跑就行了这个是不可能把东西做出来的。家娃高考准备国内还是出国上这个可能是在国内吧。这个国内上完了以后呢，现在只能是国内上完了出去以后上研究生吧。
这个听起来小贩是小品客，品客什么意思？欧洲还在抵制40小时工作制，声称这不是人干的工作。这个你这个搞一搞试试啊。网龙的程序员也是双电脑，一台日常，一台纯程序。这我告诉你，网龙这个是跟盛大学的啊。网龙那个时候还跟盛大学过那个什么呢？这个叫做经验值管理体系，后来学不来啊。那个经验值管理体系实在太难了。网龙是有几个老大都就是有几个比较高层的是从盛大过去的，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就一定要带过去。我以前在平安写代码啊，只能连内网，U 盘都不能插，啊，这种就写不好，就别费劲了。我在华为也是内外网，对，华为也很麻烦，但华为呢是这样，就是说，它好像是就是你所有的外网是可以访问，但是你如果想往外网去传东西，它会告诉你说我都监控了，对吧？然后你自己传什么你自己看着办，啊，因为我原来也有一些朋友在华为，华为就是内网吧，至少部门啊部分部门只能内网，这是有可能的。啊，小品客、小粉红啊，pink 啊，这样，啊，这倒没有。我儿子这个，这个肯定跟我还是在这点上还是没有任何隔阂的啊。对，搞死你了。对，这个网龙就是这么一帮人。日本在房地产泡沫破裂时已经是个发达国家，就中国这个情况还能成为发达国家吗？发展中国家这个说法很有迷惑性，实际上，没几个发展中国家未来能够成为发达国家啊。这个我觉得以发达国家这个事儿去评判呢，本身意义没有那么大。啊，我觉得我们就去看说你整个的社会治理的能力怎么样就行。你哪怕说我现在国家没有那么有钱啊，大家都生活的也比较清贫一点，但是呢，整个的政府治理体系非常好，这个都有机会起来。啊，这个只能讲到这儿了。我以前在一家创业公司，老板经常10点、12点挖坑，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都求着程序员帮忙。说话之前先发几个红包，所以平时我也鼓励他们准时下班。啊，这个其实好多的时候大家也真没那么在意。像我以前在游戏公司的时候，我们那个老板是每天晚上不睡觉，早上起来不起床，就是他基本上是中午起床。然后呢，但是中午公司管饭，所以一般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能碰上，对吧？你这种人，你让他这个搞成这个什么，何必呢？而且我们在互联网公司，甭管是在猎豹也好，在这个后来游戏公司也好，你走到那儿你带电脑吧，出了 bug 以后，你要连到云端去调 bug，对吧？你在任何时候你都跑不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在猎豹的时候跑去坐游轮啊，这个全公司的人跑去坐游轮开年会，那就有一帮人背着电脑上去，然后在坐游轮之前，所有人写好邮件，说哪一天我值班啊，出了问题都找我，下一天谁谁值班。然后你到游轮上，到公海嘛，他也得联网，出了问题以后他得改 bug。啊，这个不可能说让你休息的。双电脑是 OARD 区别吗？啊，差不太多啊，差不太多。双电脑正常，从上至下，阿里里边也有部分是的啊，这我还真不知道。我们国家已经有人过上了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其实北上广深有工作的人啊，或者说这个大厂的人，你认为他是发达国家也没有什么问题。华为白名单访问啊，这个应该是对的。老范还得注意点啊，现在还在那个时间段内啊，这个没有，已经过了这咱们就反正还是说话小心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跟我们普通人没啥关系。是的，其实我觉得还是咱们生活水平本身的问题啊。军工企业都是内网机啊，有的时候其实上网搜一下就能解决，但因为不能上网，所以一个 bug 卡半天，啊，还得自己想办法自己试。哎，现在这个以后到 AI 时代，你让他不能上网，你试试，对吧？这个我觉得就挺好的啊。好久没玩抖音了啊，今天接受其他主播连麦，这个隐晦的给他们解释了一下啊，这个我觉得就我们就不在这儿讨论了啊。
明天星舰4飞啊，好啊，这个礼拜其实挺多事儿的，一个是星舰4要飞，然后高考，然后哦不对，是 WWDC 是6月10号啊，还有几天。现在的公司应该都用内网吧，尤其是国企，还要用国产麒麟系统。哎，这个我觉得就算了，稍微有点追求的程序员就不要给他们干活。内网机也是有好处的，可以连到各个环境的数据库和服务器啊，这个我是从来不相信这种好处的。你内网那几个服务器哪有这个整个的云上的这些服务器开心啊？好啊，我们继续。GPT-4O 进一步免费开放，苹果 WWDC 有可能翻车啊。那么在这条上有人问了，说苹果的前景是还可以挤压安卓市场啊，护城河还是比较深的，还有其他明显的前景吗？稍微薄利一点啊，就可以多销很多啊。这个是苹果现在真正的护城河，实际上就是利润。所以你看，苹果只要敢降价，它就这个销售就蹭蹭蹭就上去。但是这个如果它不做这个转变啊，如果不在这个过程中真正有创新的话，那也就只能不停的降价了，还没有什么其他事儿可玩了。再往后啊，只要隐私还是个事儿啊，苹果就有发力空间。这个事儿呢，我一直觉得隐私是个伪需求啊。这个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原来在安全公司里，从来不认为隐私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对吧？苹果做隐私这件事儿呢，其实也就是绑架用户，对吧？这个前面苹果强调隐私，差点没把梅塔坑死，对吧？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把它那些烂广告卖掉，啊，这个其实我并不认为隐私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好，我看看这边有什么啊？你们这没啥，有一些不能说的地方，全内网，主要是他们还要这个扫漏洞，还要让你升级。哎，我们在盛大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啊，就是盛大会经验值管理系统里头会有一个事儿叫问责啊，然后呢有一个东西是自动的，就是一旦被这个事儿发现了以后呢，就我记得是扣2%吧，还是扣5%，我忘了啊，就是这个一年的这个叫岗位啊，叫岗位经验值扣这么多，实际上就是你的年终奖直接扣5%啊。那是什么呢？就是叫弱口令扫描啊，他每天去用一个碰撞机制去碰撞所有人的口令，如果被碰到了，你就算是先发报批评啊，这个说这个人口令太弱，然后呢扣钱，直接扣钱。期待下一期土拨鼠老师跟老范的对谈。好，没问题。这个等高考完了吧，高考完了看这次折腾什么事儿啊？别说 AI，就是 A 方、I 方都没用啊，军方必然内网啊，那军方的所有的系统就很缓慢呗，对吧？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让他们自己慢慢做吧。我是产品经理，很多来自上层的临时紧急需求都是计划外的，这个程序员同事可以不在意，但是让老板明白坑不能随便挖，必须发红包。嗨，我觉得你们老板还是缺乏威严啊。这个我们以前经常干什么呢？就是老板会提要求，然后呢就是要解决，没什么好说的。这个我记得当时盛大的一帮老板都是住在新加坡，所以盛大的所有服务在新加坡访问都巨快，对吧？但按道理说，盛大的服务是不为新加坡服务的，对吧？但是老板在新加坡，他也要试用各种系统啊，所以专门要在新加坡部署服务，然后给他用。那个是内网机就也并不是所有环境都能连内网机，对，它也是一层一层隔离的，这是一定的。苹果618、iPhone 14、15真敢降，对啊，降了我就给你真的卖啊。我待会儿先直播这个发射啊，推迟2次了，好吧？
你去直播吧，你这个直播太痛苦了，你要等着它正好发，然后人家还不停的根据天气来改来改去的。作为一个程序员啊，现在不会 AI 模型调优和训练，成为日常焦虑，这很正常吧？其实大部分程序员都不会这玩意儿，对吧？你会调就行了，你能知道怎么调，然后能够把它那个各种系统能跑起来就够了。能调优的其实意义没有那么大。国企其实很那个的啊，18年的时候有和互联网学习，内网就是个摆设，后面风头变了之后，就又开始变严回来了，还是烙大饼。其实是这样，就是他们自己并不着急把自己的系统做好，那就慢慢做呗，对吧？如果他说我最后就是要把系统做好，那咱们再说。内网编程真的是太麻烦了，配个环境麻烦死了，是的。所以我是坚决讨厌内网编程啊，这个带小饭吃我那是不行的，他有他的人生，他如果愿意那是他的事儿，啊，我觉得还是等他毕业了以后再说吧，钱给够什么都好说啊，那不行，这个内网编程这件事儿是给多少钱我都不干的。说的没错，选择苹果主要是因为好用，呃，从来不信厨子们说的那些所谓高大上的社会贡献啊，对，说我什么环保了那是扯淡。曾经在国企上班写代码，Linux 环境大部分依赖都不能在线安装，只能下载源码到本地编译。后来被恶心的实在受不了，就离职了啊，这就对了。其实 AI 在内网也没有什么不能干的，现在大模型也是有能够独立运行的，而且效果也还可以啊，这个还是有些差。就是你如果真的想让大模型在内网运行的话，第一个它成本就很高，对吧？你需要专门布这个算力服务器到内网去。然后第二个的话，能够在内网运行的大模型，其实是水平都是差很远的。你比如包括 GPT，它都不给你做内网部署，对吧？Gemini 也不给你做内网部署，这个你只能是用什么文心一言，用什么通义千问，通义千问可能还好点。不是老板缺威严，而是钱确实给的少。那钱确实给的少，那就没办法了。内网 AI 一定能多要钱，是的，就是反正有冤大头就让他掏呗。军工所不能用苹果手机，苹果设备不能带进楼，其实苹果才安全呢。网络隔离就是温室，自我安慰而已。各种不更新漏洞一堆，几年前的零 day 都在，对，一入一个门啊，这个是的，金库就是个开门的，这个说的是真对的，就是你只有联网才能不停的升级改 bug。我经历过每个人办公电脑装监控软件，监控电脑行为，数据传输到外网全部加密啊，这个有些公司是干这个事儿的。军工那位小郭，你不用物理隔离卡吗？这个没用过啊。这个苹果所谓隐私，就是为了更好的周税，它就这意思。好，继续。这个钟薛高林胜的《甄嬛传》啊，说小贩每天有故事，太有趣了，谢了。听说过钟薛高，没吃过，马蒂尔吃过，哈根达斯似乎没啥大故事。当年是一个波兰出生的犹太人到了美国纽约，创业开冰淇淋店，起了个有点丹麦色彩的名字，说是致敬当年丹麦保护犹太人，而且丹麦奶制品有名。后来冰淇淋生意被跨国大公司收购，几经辗转，哈根达斯在美国实际到处超市都有，不贵，当然口味还是不错的。不过给邻居家小孩吃，人家小孩都不起劲，人家家冰箱里也有。哈根达斯到了大国，卖的相当贵，但是也不是要剁手卖肾那种贵，贵了，就有人想吃，吃不着，也觉得特别凡尔赛啊。这个哈根达斯是这样，就是哈根达斯是一直很贵我记得我第一次吃到哈根达斯大概是在2000年之前应该是我忘了是九几年还是应该是九几年。当时去上海我跟我一个同事，算是我一个小老板吧，跑到上海去出差，然后呢，
正好我有一个程序，还有一个什么系统写的还不错，说来我请你吃冰激凌吧。哎，我说挺好啊，咱们去吃冰激凌。然后进到一家哈根达斯店，然后呢，你想那个2000年之前，那时候钱很值钱的。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的工资大概是，3000多块钱还是2000多块钱啊，我记得。然后呢，这个进了冰激凌店，说这个要了2个球啊，这个冰激凌球和一个那个蛋筒。然后呢，结账的时候要90块钱，啊，我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然后给我那老板给吓的，说你说多少钱？90多啊！后来咬着牙说算了，还是买了吧，对吧？这个，但是呢，你到现在再去买这个冰激凌呢，它还是90多块钱，对，就是它价格呢并没有变化啊。这些年这个通货膨胀了以后，这个东西还是这么多钱啊。就跟以前我们在一个月挣1000多块钱的时候，你去吃一顿麦当劳20块钱啊，你会觉得好贵，对吧？后来呢，你一个月挣到比如2、3万块钱的时候，你吃一顿麦当劳呢，可能也是20多块钱，你就觉得，诶，这个玩意儿这么多年没什么变化啊，现在可能吃一顿麦当劳可能要30多吧，啊，但是也还在这个范围内，并没有跟着整个的通货膨胀一起涨上去。就哈根达斯也是这么个状态，呃。然后再往后啊，这个广告人的骄傲让他错过了很多重要节点。从一开始雪糕刺客出现公关危机，到后来的欠薪，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通过做网红来洗白，到现在凉透了才出来玩这个，黑粉都没有了，还记得他的都是仇人，而且卖高端红薯这个操作也很神奇。现在的他是3块钱的雪糕都卖不掉，加上负债累累，加上消费者口碑崩坏的人，去扛高端农产品的旗，有点拎不清自己的位置。我猜他是被限制出境了，纠结了非常长的时间，才想到玩这一出啊。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啊？做网红这个事儿呢，口碑玩坏了是很难起来的啊。他就属于把自己口碑做玩坏了，啊，他呢应该是现在在限高啊，这个去什么地方都要坐绿皮车的样的一个人，限高的人肯定是不允许出境的。哎，限高的人不好说啊，有可能能出境，反正应该是我不太确定啊。这个他反正现在是限高的，应该是。然后我看看这边。呃，我就见过国企轰轰烈烈的搞网络攻防的演练，结束之后，该连外网的还是连外网。哎，国企就是他们玩各种的运动吧。程序员说书还是挺有意思的，感谢。我算业余程序员啊。12年刚毕业的时候，在华为手机都拿不进去，拿个 SIM 用电路板接电话，好吧。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是05年啊到09年在波兰的啊，然后当时华为呢也是说想请我们去做一些沟通，然后这个后来就为什么不去呢？就是你进去的时候，他要把你所有的电脑，就我们肯定带电脑进去嘛，要把所有的电脑这个后边都要给你封起来，然后呢再出来的时候再解，然后这个过程我们觉得实在是太恶心了，就算了。物理隔离卡实际也是安慰系统，只要有信息交互，什么卡都是防不了的。之前帮他们做架构设计，各种隔离装置，实际上也是坑，连稳定性的问题，那个鬼东西也就是用来出事儿之后甩锅用的。是的，我觉得那些隔离设备很多都是洗钱用的啊，就是它本身没什么用，但是你买一次，然后大家就又可以揣一点钱到自己口袋里。赶上了，哎呀，卡尔加出，这个又可以聊美食了哈。老范快失业了，去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好？两个工资差不多，小城市房价也就6、7千，机会更多；大城市生活更丰富，但是要挤地铁买房很难。这个还是在大城市待着吧，大城市一定机会多很多，就不要买房了。
啊，能租就租吧。没谈过恋爱，不过应该不用应付那些哈根达斯。哎呀，这个现在谈恋爱吃哈根达斯哪有这么掉价的？哈根达斯在美的也比其他冰激凌贵啊？是吗？这个但是美的因为在国内能够吃到号称美国冰激凌，一个是哈根达斯，然后还有一个呢叫美国31种。现在国内其实有好多冰激凌，然后还有就是国内其实现在有很多那种冰激凌厂直接出的这种，就是铁盒冰激凌啊，就是完全的是冷链运输，你可以直接叫外卖啊。冰激凌现在也已经进化到这一步了。然后其他的还有什么意大利软冰激凌啊，都是在国内可以买到的比较奇怪的冰激凌。有些公司在鼓吹领域大模型，老范对于领域大模型有什么看法？可行与否啊？我觉得领域大模型就是骗人的东西。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出大模型了，就是像 GPT-4那样的模型，它是不会给你个玩什么领域大模型的。你只有卷不过它那个玩意儿，所以说咱们做个小模型。所有喊出领域大模型的，实际上都是小模型。所有领域大模型里头没有一个是超过100B 的，基本上都是可能70B 的居多。为什么是70B 呢？就是拿 Llama 2、Llama 3改的。这 Llama 3我估计他们还没搞明白，啊，就是拿 Llama 2改，或者说拿这个通义千问70B，或者是这个比如说01万物的34B，拿这些东西再改一改，然后就号称领域大模型了。这个就是完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东西啊。如果你在海外的话，就别碰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意义。现在国产冰激凌价格都和哈根达斯差不多水平了，特别是堂食那种。对，堂食其实你吃的是人家的房租，吃的不是冰激凌。上电视了，钟薛高这操作扭扭捏捏是吗？我还没看他上电视说什么啊。可口可乐算是最平价的饮料了，几十年没涨价。虽然容量缩水了100毫升，但是也比一票国产饮料都要便宜，不知道哪里去了。哎，反正我记得我是在澳洲还是在哪儿看到的，是可口可乐的是小瓶的比大瓶的贵，啊，这个也是很神奇的。价钱卖这么高啊，当然得被限高啊，这个跟卖的高是没关系的，它主要还是欠债。这个难得赶上直播，这个好巧好巧。这个我记得应该是看到过你的留言啊。最好的网络防御办法就是拔网线，最实际的办法就是提高技术投入。我觉得最好的网络防御办法就是啥也不干，对吧？你不要去开发，不要去使用任何的计算机，大家使纸不就完了吗？说是斯坦福团队抄袭了清华团队的 AI 的故事，点评一下啊，这个，你要是付费用户，你就已经可以看到那一条了啊，那条视频是明天早上8点半放，免费用户是明天早上放。这个没毛病啊，上次从那个东西里边捞了7、8万好处费啊，这不就对了吗？要是真在乎安全，应该像白宫那样，重要系统直接全有线传输。哎呀，白宫其实也没安全到哪儿去啊。我上学的时候，电视上说日本的麦当劳是当地便宜的快餐，贵的是当地餐。那个时候我们老家刚开肯德基，20、30块钱吃汉堡很贵。20年后过去了，还是那样，中国也算是便宜快餐了。其实现在你到日本去吃，可能真的很多贵的东西是韩餐和中餐啊，就日餐自己可能怀石料理是很贵的，但是其他的其实差不太多。哈根达斯口感细腻，确实比一般冰激凌好吃。哎呀，这个口感细腻这个事儿呢，我跟你讲啊，就是做冰激凌啊，它呢其实是几个数学问题啊。第一个是含奶量多少，第二个呢是你的这个含气体多少。啊，我记得当时他们那个麦当劳考经理的时候，就是麦当劳员工工作多长时间以后，你可以去参加经理考试嘛。里头有一道题就是奶昔跟这个圣代的区别，差异呢就是含水量跟这个含空气量，其他的是没区别的，对吧？然后呢，这个第三个呢是添加剂，对吧？只要这3件事情搞明白了，你想要什么样的口感都可以有。
再其他的就是放香精了，科技与狠活。虽然我没听过你以前说，但是我猜老范应该是 BTC 的支持者或者持有者，也不算那么支持吧。这个我肯定对任何东西都这个会有那么一点点，但是呢，也不会有多少啊。但是这个就算什么呢？叫做风险分摊吧。说到国内的冰激凌啊，我以前经常吃八喜，那个号称是正宗冰激凌啊，其实冰激凌就是一个奶啊，你只要奶好就行。日本哈根达斯很便宜，吃货自由，哎，这个不错。考完以后，小范带儿子上直播一下，这个我觉得还是算了啊。第一次赶上直播，我看看这个名字啊，这个这么奇怪的名字，好像是第一回看到。平时健身做些什么运动？不动啊，我平时是不怎么健身的。说的对，我觉得麦当劳圣代口感也是很可以的。其实我很喜欢吃原来麦当劳的叫做奶昔啊，后来好多麦当劳就不做这个东西了，因为奶昔还是太便宜。香港没多大，能用多少油啊？这个就不知道了。老范推荐现在去外企嘛？这个比如 ThoughtWorks 这样的技术咨询，去吧去吧，这个去外企还是挺好的。我还真不知道奶昔跟圣代的区别，又长知识了。对，我也是听到，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去考过这东西啊，同学啊，大学同学去考过这东西。哈根达斯，这个是班杰瑞，属于调味冰激凌啊，里面很多啊加很多东西，比如奥利奥，这个草莓酱、半焦糖，澳洲这边不打折，超市15澳币，经常9澳币一小桶。还有单纯巧克力味儿、香草味儿，这个草莓味儿1公斤冰激凌，很明显稀，啊，也是10澳币，好吧。香精这个确实啊，我现在吃的所有香草味跟香草没半毛钱关系。不是有这个专门的香草的那个，就是应该是有提取出来的香草香精吧？参加完高考让他去，在国内读书嘛，现在估计也只能这样了。奶昔就是加冰打碎，是的。王朔他们搞的电视剧《海马舞厅》不就是老做八喜广告吗？这个就是挺好的，八喜愿意做这个广告就给他们做呗。要高考了，对，还有这个2天啊，这个清华，这个如果真能考上，当然也很好了，但是这个我估计有点难啊。我们就不费这个力气了。能考的什么样是什么样啊？这个应该是工科啊，不是理科。我们这个就是工程师。又到了去星巴克买味道诡异的星冰粽的季节了。星冰粽我是从来没兴趣，但是那粽子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的啊，特别是南方的那种咸肉粽子，就是加咸蛋黄加咸肉的粽子。做深度学习是不是门槛挺高？我看《深度学习》这本书看得很累，数学相关的内容很多。这个，你如果要真要掌握底层，你是需要去学的啊。但是你像我这种底层，其实也没有那么明白啊，但是也能使，没什么大问题。请教老范啊，是否看好开源大模型，尤其是多模态开源模型的发展？大概预估一下多久可以出来比较靠谱的？目前01万物那个商用的效果不错，开源的就很差。这个怎么说呢？我对于这个多模态呢，开源模型还是比较看好的，特别是这一次其实闹出笑话的这个，就是抄袭的清华的那个多模态模型，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就是他拿 Llama 3的那个模型去做的，图片识别训练啊，这个效果还可以。买香草的产品要认准含香草豆，香草不是豆吧？香草我看的是一种植物，反正是很多的这种小黑籽儿啊，但是具体那个东西，反正我没见过香草活着长什么样。
单纯买香草的都是香精啊，这个就不知道了。没有香草提取的香精，因为香草太贵。如果真用这真货，一个冰激凌恐怕卖上百块了啊？是吗？这个就不确定了啊。嘉兴服务器的粽子 YYDS 啊，嘉兴服务区啊，这个我记得当时是买那个五芳斋的粽子啊，那个真的很好吃。但是呢，这个只有我能吃，我太太吃不了，因为那个就好吃，你一定要放肥肉啊，纯肥肉啊，或者说肥瘦相间的肉。如果放纯瘦肉，这个东西就不好吃。夏天星冰乐不错，星冰乐是真贵啊，对吧？一个星冰乐40多块钱，有时候50块钱啊，太贵了。在大阪还没找到大的粽子叶，我有想自己开粽子店了。哎，粽子叶是可以进口吧？你从中国进口一些呗。哈根达斯，这个澳洲 Coles 啊，这周打5折，只要6.75一桶。哎呀，这个你不馋我吗？香草籽儿好贵的，是我记得香草是籽儿啊，因为我原来看过一些法餐那种烹饪节目，里边是用这个玩意儿的啊，一根香草豆荚就几十块啊，这个东西真不知道。香草小籽儿是的，坡县这儿的肉粽就是瘦肉好柴，对，这个东西放瘦肉一定特别柴。在国内现在他们就是做那种巨大的肉粽，做什么叫7星连珠，什么意思？里头放7个咸蛋黄，然后再加上肉块，然后那个再放上米，然后给你做一块，然后那粽子去老长一个，看着就很有罪恶感啊。终于美的反过来抄袭大活一回了，也没见国内粉红怎么激动，还是挺激动的。啊，我今天还看到富盛在那儿发帖说：“哎呀，这个如果美国不开源就行了，我们就胜出了。”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脑子是怎么长的啊！这个美国要不开源，我们怎么就胜出了？对吧？这个我觉得全世界的人在开源面前，其实都应该遵守开源规则，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是一个好的发展啊！不是说美国不开源我们就胜出了，真太奇葩了。这个，我是完全没法 get 到他到底在想说什么啊？有道理啊，为了那啥啊，就不能让你们太富裕，否则以后日子就不好过了，你们就玩崩溃。这是说的哪段啊？浓油赤酱，还要大肥膘的粽子啊，这个啊，这我还真不知道，粽子里头应该是没有浓油赤酱的吧？现在消费降级都不去星巴克了，都是库迪和瑞幸。是的，我现在也是尽量的，瑞幸啊，我是不怎么去库迪的。所谓抄袭是不是都是用的一个开源的原因？还不是啊，他就老老实实真的抄了。这个有兴趣，你明天早上8点半来看啊，看看我到底怎么解释这事儿。7星热量爆炸，是的，据说还有9星连珠啊。我做甜点，香草加1根20多，好吧？这个是人民币吗？啊，粽叶没有可以用大的竹笋壳代替，这个就不知道了。等着小贩直播就杠杠的忠诚度，是的，这个库迪一杯9块9啊，第一次赶上直播啊，快结束了嘛，还没有，还有几个问题呢。这个好像以前看到过这个名字吧？是第一次赶上吗？星巴克的咖啡卖的，手机座位费，是的，主要是卖座位费啊，所以拿着走喝这个事儿是很不划算的。粽子的糯米要先炒过才会入味啊，我还真没包过这个东西。现在澳洲冬天不打折，真的等过年了哦。我说的呢，湖州楚老大粽子也很好吃啊，这个还真没吃过。好，再往后，这个周日的吃药直播里头，创业成功是很大部分是运气，但是不是运气的部分，
也是必不可少的，听听成功人士怎么过来的，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啊。这个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可以听成功人士怎么说，但是信呢，或者很盲目的信呢，就比较危险了啊。还有一位朋友说，哎，老范这件 T 恤很帅，在淘宝、百度、谷歌都查不到这个牌子这个到底是怎么买的啊？是定制款吗？这个首先我是很穷的人啊，肯定吃不起穿不起定制款的。我现在的衣服基本上都是抖音买所以呢，我也不给大家要链接了因为很多人说，哎，你这个 T 恤链接给我，这个你们自己到抖音上去搜就好了。再往后，这个吉悦员工参加小米汽车的交车仪式被开除这个事这是挺旧的一条视频了。有人留了一个，说这个完全不同意老范的观点，这不打击整体员工的士气吗？作为企业员工，不应该努力为企业发展贡献吗？企业发展好了，自己收入也高这就属于小白兔员工经常会发出的声音一定要给大家晒一下。这个首先呢，整个企业员工的士气是老板的责任，跟下面的每一个员工没有关系，对吧？如果你对这些员工好让这些员工愿意去买你家东西，愿意说你的好话，那是老板的本事如果老板没有这个本事，然后又没有发到足够多的钱，要求员工为了还没有发到的钱就去做努力这种呢，就是你身边谁说这种话，谁就是小白兔告诉你一定是这样的。我看看我吃过自己感觉最香的是小时候舅妈包的宁波黑芝麻汤圆因为用的是猪油黑芝麻汤圆是很好吃。你吃过肉汤圆没？那个东西也很好吃就是也是用汤圆粉，然后呢把这个肉馅包在里头。这个东西是蒸着吃的，不是煮着吃的，是拿一个菜叶子然后把这个东西包起来，搁到笼屉上去蒸。好像是四川吃法，我记得管这个东西叫叶儿吧。非常香。后来呢，他们就做这种叫什么糯米丸子，什么也是同样道理。被发现了是在说我吗？我就是想看看范叔啥时候记得，记得。这个一般名字还是能看出来这个，扎库是真的会吃的，我南方人，还是真的喜欢吃肉粽子。对，我觉得你们真的，如果日本没有卖粽子，你可以在这个日本去开一些粽子店大学开过粽子店，端午前一天2个人包了800个粽子，手都快断了。第二天一个卖5块2003年的时候这个你既然会干这个就干呗。粽子的糯米不用炒，用酱油拌。这个我估计可能各地有各地的吃法这个扎库是个算福建人。这个科勒斯打5折，但是他的对手 WLS 没有打折原价呀。这看来你们一帮澳洲人在这儿开始对价格暗号了这个香港吃饭比广州贵，但是比广州好吃。当然疫情后我没去过我也是没去过。我北方人也喜欢吃南方美食多过北方的。北方其实没什么美食。香港最近有什么好吃的地方吗？网红餐厅之类的，以及深圳附近的，在评论区求脑洞。你怎么去深圳了？老板把做这种事儿的员工封杀了这算是本事的一种这个快要到吃粽子的时候了。是的，四川特别多，这是说的哪个？小时候都吃吐了，这是说的什么东西？刚看工作的人都喜欢帮老板排忧解难。这个我觉得还是每一个公司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吧。我靠，我待会儿直播完煮汤圆去。好吧，这个吃喝了宁波汤圆也有肉的还有荠菜馅的。荠菜馅的我觉得是什么呢？馄饨最好吃就是上海大馄饨，做荠菜肉馅的那玩意儿真香。台湾台中也有肉汤圆，巨大无比，一个跟包子一样大这个没吃过。我没去过台中，我只去过台北。俞敏洪说新东方做的乱七八糟，3天30亿，
估计东方甄选要黄啊，这个等回头我去解读一下这事儿，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去说一说的。苏州有几家肉汤圆特别好吃啊，之前有个新闻说上海阿姨每周坐高铁去吃一顿啊，我也想去吃。上海人永恒的网红粽子是牛肉或肥肉蛋黄粽啊，这个我还真没吃过。第一次赶上直播，你别扯了，你赶上过多少回了你？这个我是记忆力不好啊，这个我只能是看着稍微有点印象。我记忆的肉粽子里头糯米是用酱油拌的。哎，我们现在买的这种半成品的粽子是不是本身就是熟的？拿回来只要稍微的再蒸一下就可以吃。我觉得我们买回来都不是生粽子。深圳美食就别想了，先在香港吃饱了再去。也还好吧。之前正经赶上直播只有日本那次，其他偶尔赶上都是直播尾巴，所以一定要刷个存在感。每次这个时间，发姐那边也直播了，那边感觉刚开始，这边就要结束了，对比明显，好吧？北方主打一个量大管饱，其实北方也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但是怎么说呢？是不是东北菜？对吧？东北菜，你真让我说有什么好吃的，凉皮儿算吗？无论 Cloud 还是 Cloud 这个小贩，非常 clever，这是什么意思？没看懂。这个英文单词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啥时候说说吃播的门道啊？这个吃播的门道可多了。荠菜饺子我也行啊，荠菜饺子不行，荠菜馄饨，这个真不一样。老范 out 了，上海馄饨没无锡的好吃，无锡的没吃过。这个，但是我比较喜欢是福建的肉燕啊，那个玩意儿真好吃。啥时候蹭蹭东方甄选？明儿吧，明儿讲完了后放。今天氛围适合吃播，不能吃播了，我都饿了，我还有好几条评论没读呢。机会来了啊！荠菜饺子要放荤油，油还要大。是的，荠菜不放荤油的话会很素的，很难吃的。我公司已经发粽子了，都是熟的，我放微波里2分钟就能吃了，不好吃。反正甜粽子是不好吃啊。尖椒干豆腐啊，这是什么东西？东北好永和都犯法，这是什么意思？铁锅酸菜炖大鹅啊，那玩意儿我是不爱吃。我下班就能赶上范总直播啊，听一路到家，挺好的呀。凉皮儿是，这个凉皮儿是西北的，但东北呢也有啊，东北叫拉皮儿啊，大拉皮儿那玩意儿很好吃。夸老范翻车了，什么意思？粽子很多做法啊，老家那边稍微超过包，然后呢，是不用酱油的，太咸了啊。这个是，反正粽子肯定各地有各地的吃法呗。东北好吃的多了，全是肉，各种肉。锅包肉我是真的觉得一般啊，那玩意儿又甜又腻。粽子还是要大块的五花肉才爽吃的，绝对的啊。杀猪菜，杀猪菜一般。东北其实我真正觉得比较好吃，可能很多朝鲜菜还是比较好吃啊。中国最好吃的是新疆菜，北京有个品味伊犁连锁。新疆菜我其实吃不太了。韩式烤肉酱骨头，杀猪菜，粘豆包，好吧，这个确实是东北菜啊。肉燕比潮州鱼肉卷差远了啊，这个没吃过那咋办呢？东北凉皮儿啊是放糖的，东北叫拉皮儿啊，不叫凉皮儿，它是放糖和麻酱。这个一直说吃的，气氛到这儿了，老范拿点啥来吃吧？这个实在没什么可吃的。五彩大拉皮儿啊，这个很香。这个不行了啊，这个我们要快点。传说中的辣条是哪里产的？我从来没吃过辣条。回想东北菜啊，剔骨肉是好吃啊，剔骨肉还是可以的，但是剔骨肉应该不算一道菜啊。日本公司多半不会因为政府会发钱支撑而倒闭啊，大国公司多半会撸啊撸似的。
现在我发现在家做肠粉特别方便，买专用粉特别省事儿啊！我还这个没做过。肠粉我是到广州每次会去吃点都德还叫什么去吃他们家的。啊，中国菜最好吃的是挂炉烤鸭，挂炉烤鸭我还可以啊，我还是比较喜欢吃。拉皮儿不是放糖啊，是放蒜和卸好的麻酱，但是麻酱卸的时候是要放糖的。这个湖州德清小吃，这个太小地儿了，没去过。这个北京菜团面豆汁儿啊，这个豆汁儿我其实是吃不了的。大家又开始报菜名了，是的，不能再报菜名了啊！再看20分钟，应该是去看播音的发射了，挺好。然后那我也抓紧啊，我看看我刚才读到哪儿了，到这儿了啊。这个字节辟谣路透社小作文这一篇啊，现在这个舆论环境，这种小聪明别想了，吵吵起来谁都顶不住啊，更何况现在底层都憋着一肚子火，要找地方发呢。这个讲的是字节去备份代码，准备这个分拆的事情，对吧？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你想太多了。第一个，在国内字节还是可以很好的控制舆论的，因为抖音也是他们家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头条也是他们家的啊，他自己能控制得过来。第二个呢，就是总之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吧。这个你在任何时候你都得干。再往后说字节的处理方式比滴滴要弹性灵活得多。这个也是滴滴的前车之鉴摆在这儿，对吧？字节就不敢了。我觉得滴滴这个事儿绝对敲山震虎。再往后黄仁勋的 Computex 演讲这条视频特别逗我是招来了一帮的，可能是台湾人上来骂我什么的，上来说你懂吗？然后这个说这个英伟达跟这个中国没有任何关系，我就不卖给你，然后怎么给我说了半天，他们我估计可能压根就没有看节目然后就上来骂了我一通，这个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怎么说呢？黄仁勋自己还是很努力的想把显卡卖到中国来的至于他自己认什么不认什么是他的事儿，生意呢没有人跟钱过不去，黄仁勋呢也是如此。要是把所有美国公司都烧光了，还不能盈利怎么办这是讲到黄仁勋的这个英伟达。我觉得不需要把所有美国公司的钱都烧光了，你可能再往前烧一会儿，发现不行了，就随时撤退这个事儿一定是如此的。再往后呢，还有人说这个苹果也是轻公司吧？苹果可真的挺重的，大家要注意咱们看人数，英伟达呢有3万人，这个苹果有15万人，对吧？你说谁轻谁重而且围着苹果吃饭的人可能有好几百万，对吧？围着这个英伟达必须绑在他这条战船上的人可能也就是万把人所以这个真的不一样。这个轻重我在那个里头也是专门讲说我为什么说它轻再往后，老黄说黑警大约3到4万美金就是那就看来跟这个叫 H100差不多钱就是叫加量不加价，就都是3到4万美金一块Blackwell。这个再往后看来老黄在台湾铺设供应链，估计老黄链比果链挣钱，但是呢，黄链其实比果链短，而且这个英伟达相关的供应链其实有大量的也是在大陆的它很多的板卡实际上原来都是在大陆生产这个跟它上下游的厂商要比果链要少得多影响的人也少很多。再往后这个持续买卡的都是有自己大模型的公司，如果他们找到了可变现的服务，或者是成本降到一定的程度，英伟达都会从金火商变成机修厂。没有新的活水，就靠它的 CUDA 来笼络生态，在有个开源模型之前是可以的。现在美塔玩开源玩的风生火起都没必要炼丹了直接用拉玛来调来调去就可以了这件事儿是这样，就是现在不停的买卡的呢，一方面是这些自己有模型的公司，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些云计算公司，他们也会自己买卡。
啊，两边都会买。然后呢，这个美塔呢，做的 Llama 3肯定是对于这个英伟达会有一定的影响吧。而且我今天还看新闻，8家企业啊，美塔、这个微软、谷歌啊、亚马逊，可能还有几家，然后 AMD，然后大家说我们要做一个新的标准，要把这个 NVLink 干掉，是吧？我们要用这个新的标准来去搭建机房，好像还有惠普啊、戴尔什么的都在里头。再往后啊，中国人怪怪的，啊，硬是要改，帮着改名啊，人家就说了，人家叫辉达啊，这就是这个台湾人给我发的，怼了我半天啊，这个人反复的在我这儿发各种各样的帖，然后呢，就最后告诉我说，人家叫辉达啊，你们这些中国人怎么奇怪了？在这里正经的告诉一下这位有可能是台湾的或者其他的某一位啊，这个自己觉得自己是这个反贼的人啊，这个英伟达3个字儿不是我们给人起的，那是人家这个 NVIDIA 公司自己在大陆申请的商标起的名字，对吧？他需要在大陆销售他的产品，他觉得叫这个名字可以更好的销售他的产品，而不是叫辉达，他就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那又怎么办呢？对吧？我们也没强加着人家，人家也是来做生意的，我们也挺欢迎的，对吧？最后不让我们去买这个产品的是美国人，对吧？也不是台湾人，也不是这个其他人，啊，这个所以我觉得不要酸酸的，人家这个老黄到春节的时候也是穿着一身大红袄，然后这个到这个北京来，到上海去，然后在那儿扭秧歌，对吧？人家也希望做出这样的姿态来，让大陆能够多买他几单。这个生意就是生意啊，这个一定要想清楚，别把自己搁里头了。啊，再往后啊，上周的新闻，英伟达确认了要花90亿美金在云端计算上，然后呢，主要是花给这个亚马逊、谷歌、微软和 Oracle，这个和打游戏充值返点不能说是异曲同工吧，啊，也只能说是一模一样了，自己卖卡，然后自己租卖卡，客户的这个服务属于是内循环玩明白了。从技术实力和市场势头来讲，没觉得英伟达比当年的思科、王安电脑强啊。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更多的有可能是把卡给这些公司，啊，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呢，算是一种分期付款啊，或者是某一种金融服务，应该可以这么算。因为这么多卡，你直接给到这些公司去，然后让他们不断的更新，让他们自己掏钱，他们也掏不起，所以应该是一种迟后付款的方式。好，最后一条啊，给儿子写的 CS 专业建议信。这个你的推理是基于 AI 会停留在现在水平上，不会再质变性质的进步了。如果 AGI 真的实现了，真不知道什么是人能做的，AI 不能做的。这位朋友也挺有意思啊。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就算是 AGI 真的实现了，AGI 也依然是程序员帮助一起实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了解程序开发的底层架构、底层的一些原理和哲学，依然是有效有帮助的。我们学习了这些知识以后，还是可以跟 AGI 更好的协作去工作啊，这个事儿一定如此。因为我们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技术进步了以后，你会发现，真正掌握底层架构的人依然是有用的。好啊，让我来看看这边还有什么。在大国说是欲望不高，让孩子快乐生活，其实是一种很奢侈的欲望，是这样的。但是你说孩子去了，比如说澳洲啊、新西兰啊这种地方，那他们自己开心的活着不就完事儿了吗？肠粉拿米破壁机打几下就行，也不用买粉，装到个拿个盘子到电饭锅里蒸几分钟就完成了。肠粉我还真不知道是怎么做的。好奇小范你在公司里，吃公白兔还是母白兔的
那一套效忠啊，因为我自己肯定不是白兔，是要做事情的。然后呢，我下面的人呢，肯定也是得老老实实做事情的，对吧？这个事情，在我这儿玩白兔这套是没用的啊。第一次去北京喝豆汁儿，先从咸鱼口的锦芳开始啊，这个豆汁儿我是喝不了。深印去伦敦上市了，它也算是起了个好头啊。这个伦敦上市我还真不了解，其实去伦敦上市的公司很少。肠粉最好吃的是广州银记啊，这个没去过。我以前在字节打工，要不吃完饭走啊，要不就是10点，蹭这个免费滴滴。是，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公司跟员工之间呢，还是要达成这种默契。就是公司觉得这个你吃了饭走，就算占他便宜呢，这只能说是公司缺乏担当啊，缺乏这个眼光。配钥匙的老师傅又来了，你配吗？你配吗？是这样的。啊，我今天还看到有一个评论是这样的，说我觉得老范你不懂编程啊，你就这个每一次遇到什么技术问题，你就这个顾左右而言他，然后你从来不回答。然后呢，那个我就问你一堆问题，然后刚问了一堆问题在哪儿？后来我说我现在编程确实是一个业余爱好，你让我现在跟这个直接写程序的人去比这个编程能力肯定是不行了，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呢，我说我看到你问的所有问题，然后也是问了一些很泛的一些很浅显的跟人工智能相关的问题。我说我看了一下你问的问题，你这个水平也就这样，对吧？这个我有时候会碰到这种人，但是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自己也不懂，然后还觉得你不懂，哈哈。这个黄仁勋挂在嘴边的 1.8T 就是挂在驴子前面的那根胡萝卜，是的。这个就告诉你说，哎，你看 1.8T 的这个 GPT-4挺好，你们要想上吧。但是现在其实一般做到100多 B，也就是1-2千亿的这种参数的模型，已经基本上可以达到 GPT-4水平了。这个是有点难说。现在 YouTube 这边的水军在用繁体带风向啊，这个是我估计也有可能。所以这种就是这个上午人怼我半天的，没准是从大陆来的，然后这个挂一堆繁体字，然后想那意思就是说，哎，你赶快骂他呀，这个对吧？然后这个义正辞严的一下这个反驳一下台独或者什么的，这个咱不能上当啊。大国人去日本对内部不包围肯定是什么意思？没看懂。对日，可是特别爱国撒尿那种啊，这个爱国撒尿这个事儿实在是比较恶心。但是国内现在好像也只剩下对他比较正面的评论了啊。微软 Phi3模型也很强哦，建议试试。我装上试了，但是 Phi3呢，因为我要使我肯定要用中文嘛，Phi3它没有做中文微调，中文微调 Phi3的模型也有，但是效果一般。其实我是希望有 Phi3真正的多模态模型拿出来给我用，现在我还没找到开源能使的。英伟达在国内的显卡制造商可是真没啥技术含量，而且收益也并不高，是这样的。它国内就是做卡嘛。第一次赶上直播 Kiss No Fair，这个名字我想不起来，但是头像应该是经常看到，这个应该不是第一次啊。我发那条军火商机修厂的评论后，下面有几个大国这儿、大国那儿的，烦死人了啊！好像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一位自诩反贼的人。以前大国这个什么唐，扑腾过一阵子欧美软件外包，大连遍地培训程序员速成日语，现在都黄了。小范故事一下我对这个还真不太熟啊，这个有机会可以去那边转转。在帝都的时候，我买了个家庭肠粉，做的真不好吃，没吃过。这种东西我一般不在北京吃，我都是到广州才吃的东西。越南软件公司开始入驻大连了啊，这个还真没听说过。日本旅游点穿着和服的都是东北美女，听他们说话就知道了。
其实我在日本看到很多在街上穿和服照相的都是中国来的啊，但是不一定是东北的，人家就是去玩的，对吧？你要在中国穿个和服在街上照相的可能会被打，那还不如上日本去折腾呢。所以这些人呢，无论是哪一边都一样，不会好好说话，是他们就彻底不会好好说话，那怎么办呢？按道理，我一直觉得我这边频道里这种人应该比较少啊，就是甭管是粉红还是这个反贼，都应该就是绝对粉红、绝对反贼都比较少。但是今天也是看到有人很耐心的在里头跟每一个人怼啊，也挺有意思的。东北小鸡炖蘑菇，小鸡炖蘑菇我是真的觉得一般。我觉得以后工作肯定是交叉学科，而且肯定是人对人服务。对的，一定是如此啊！要有点商务、心理学、社会学之类的技能傍身。是的，大连的日企都撤了，没啥可聊的。东北就没啥软件竞争力的企业，还是有啊，还有东大阿尔派呢。品客是粉红啊，这个好吧。孩子初中、高中别来新西兰，教育是西方国家垫底的啊，幼儿园、小学上还好，这个我们以后肯定是大学了以后再说了。破壁机没有啊，还得花钱买。这个本地能跑大模型，配置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配置？这看你要跑什么了啊？这个前面我们讲过啊，就是32B、34B 的模型在本地跑的话，大概你有32G 内存的苹果就可以跑起来。编程本身也是一大堆分支，来老范这儿找茬也是吃饱了没事干。关键是这样，就是他自己如果能够真的提出一点问题来，对吧？那么还算可以。但是从他提的问题来说呢，也是一个屁也不懂的人。这个大家都去凑大模型的热闹，我们传统炼丹爱好者这边清静了好多，很开心。你是炼芯片的吗？军火商啊，这个 GTX 960核显卡，这个是啥年代的卡了？一发摧毁一艘航母舰，一个航母编队啊，这个还真不知道。讯飞星火我用了，感觉即便是中文能力也比不上 GPT 啊，经常答非所问。没用过啊，讯飞我是从来没用过，然后那个百度我也是彻底连 SDK 连那个 token 都没去申请。这个我现在反正基本上是零一万物，同义千问和这个 Kimi 这3个模型在用。这个再往后，泰国项目不搞了，电子游民，哎呀，搞不动了呀。估计在日本照完和服照也不敢发朋友圈，哎，现在就是这样，人人自危嘛。还有可不可以讲一下东方的事儿啊？新东方，好吧，我明天做一些研究跟大家讲啊，白照了。东大阿尔派，好久远的名字，是的，是有点年头了。去日本穿和服跟当街打人的人，不可能处同一个朋友圈，这难说啊，这个真难说。范兄，我觉得不能叫辉达，可能是当年被抢注了，这个还真不知道啊。当年其实也没有那么有名，很多台湾的那个名字到大陆都是重新写了个新的，就是为了好卖。正在等人在卖掉 M2 Ultra 192G 界面交易的路上啊，这个也可以啊，这个是可以，比较好玩的机器。未来编程是紧跟框架技术好，还是紧跟具体行业好啊？你如果挖的深都还行，但是框架是没有什么用的啊，框架真的没有任何意义。讯飞星火我没用过，讯飞的语音转文字我前一段试了一下，生成的文字太玄幻了，那没办法。通义千问编程还可以啊，最好还是 GPT-4。Kimi 我只用来搜技术文档啊，这个我反正都用。然后我现在其实比较主力的一个是 GPT，还有一个是豆包豆包还挺好使的为什么使豆包呢？这个就是当你自己定制一些
agent 以后，然后它就可以在豆瓣里为你服务啊，这还是比较方便。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大家周五再见。还有一个打卡行业也是被 IT 技术反过来影响啊，这个是。然后这波 AI GPT 讯飞还能火，讯飞也在很努力的推它的东西，虽然做的很烂。英伟达商标出来之前，基本都叫 NV 啊，也有啊，也有。晚安，晚安，晚安。这个我们就不再继续聊下去了，再发下去就没完没了了。咱们周五再直播啊，但是能不能直播不好说啊。如果我那个时候儿子高考比较忙的话，可能会停播。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再见，结束。